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地方比人间舒服400倍，想吃什么，念头一动就来了；想穿什么衣服，自然裹在身上。没有病痛，没有衰老，没有死亡的恐惧，连空气里都飘着香气。但是，你不用出家，不用断欲，不用把自己修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甚至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有烦恼、有脾气的凡人，也有机会去。你信吗？这个地方在佛经里有一个名字叫兜率天。更神奇的是，那里现在正住着一位候补佛，他不是已经成佛的释迦牟尼，也不是遥远的阿弥陀佛，而是一位还在上班，等着下一次来人间成佛的菩萨——弥勒菩萨。今天这期内容，我们就来聊一个很多人好奇却很少有人讲透的话题：普通人到底有没有机会进入兜率天？佛经里到底藏着怎样的修行方法？兜率天和我们常听的极乐世界又有什么不一样？要讲兜率天，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件事：在佛教的宇宙观里，天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一听到天，就想到玉皇大帝、凌霄宝殿，或者西方的天堂长翅膀的天使。但佛经里讲的天，不是一个神权统治的地方，也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归宿，它更像是一个因为福报而投生的高级生命频道。佛教把众生的生存境界分成了几个大的层次，从下往上，大概是地狱、恶鬼、畜生、人道、阿修罗天，这叫6道。而天这一道又不是只有一层，它像一栋超级高的大楼，一层比一层微妙，一层比一层长寿。欲界有6天，兜率天就是其中的第4层。什么叫欲界？简单说，就是还有饮食、睡眠、男女这3种欲望的生命世界。我们人间属于欲界，兜率天也属于欲界，这一点非常关键。后面我们会反复提到，正因为兜率天还在欲界，所以它对普通人来说门槛才没有那么高。欲界6天，从下往上数，第1层是4天王天，第2层是叠倒立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33天。玉皇大帝的原型就在这一层。第3层叫夜摩天，第4层就是兜率天，第5层叫化乐天，第6层叫它化自在天。每往上一层，寿命就翻几倍，快乐就微妙几倍，身体就轻盈几倍。而兜率天之所以在这6层天里名气最大，地位最特殊，不是因为它最高，而是因为它是弥勒菩萨的伴宗公室。我们先把兜率天的样子在你脑子里画出来。佛经里讲，兜率天的1天等于人间的400年。什么概念？你早上在兜率天醒来，吃个早饭，散个步，听菩萨讲一段经，中午打个盹儿，下午再去花园里逛逛。这一天过完了，人间已经改朝换代好几次了。秦始皇统一6国，到今天2000多年，在兜率天也就5天多的时间。而兜率天的天人寿命是4000岁，你算一算，4000岁乘以400年，那是多少？160万年。也就是说，一个投生到兜率天的众生，他在那里活一辈子，人间已经过去了160万年，这个数字大到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但这还不是最震撼的，最震撼的是，兜率天还分2个区域，外院和内院。外院是普通天人享乐的地方，那里有什么样的生活呢？想吃东西的时候，念头一动，面前自然出现百味饮食，想吃什么有什么，不用做饭，不用洗碗，吃完了身体自然消化，没有大小便的污秽。想穿衣服的时候，念头一动，衣服就穿在身上了，没有裁缝，没有洗衣，没有换季，衣服永远干净，永远合身，永远散发着微妙的香气。那里的地面不是泥土，不是水泥，而是一种柔软的会发光的宝物铺成的。你踩上去，脚陷下去，半寸脚一抬，地面又恢复原样，像踩在最柔软的地毯上。
但比地毯干净10000倍。那里的树不是普通的树，树上结的不是果子，而是各种乐器、各种宝物、各种衣服。风一吹树，自己就奏出音乐。那音乐不是人间任何乐器能比的，它直接进到你心里，让你自然而然地升起欢喜、平静，不想作恶的念头。那里的光不是太阳光，也不是灯光，天人的身体本身就会发光。整个世界的光明是从每一个众生、每一棵树、每一块宝物里透出来的，柔和温暖，不刺眼，没有黑夜，没有阴影。那里没有疾病，没有衰老，没有意外死亡。天人快命中的时候，身上会出现5种小征兆：衣服脏了，头上的花蔫了，身体出汗了，不喜欢自己的座位了，身边的天女开始疏远了，这叫天人五衰。但在那之前，他的一生几乎是无忧无虑的。听起来是不是像终极版的天堂？但是注意了，外院虽然这么快乐，他依然是欲界那里的天人，依然有欲望，依然会放逸，依然会在福报享尽之后重新堕入轮回。佛经里有一句话叫天人临终时，地狱猛火现，意思是很多天人在天上享乐一辈子，临死前才发现自己下一世要去哪里，往往不是更好的地方，而是因为放逸太久，福报耗尽，直接堕落到三恶道里去。所以外院虽好，却不是一个真正安全的地方。而兜率天真正的核心、真正的价值，不在外院，而在内院。内院又叫兜率天宫，或者弥勒内院。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它在兜率天里面，但它不是普通天人能随便进的，它是弥勒菩萨的道场，是一个佛的预备学校。弥勒菩萨是谁？他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授记的下一尊佛，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是第4尊佛，下一尊来人间成佛的就是弥勒佛。而现在弥勒菩萨还没有成佛，他正在兜率天内院为自己下一次的人间成佛做准备。他在那里做什么？讲经说法。听谁讲？听的是从各个世界、各个时代往生到兜率天内院的修行者。这些人有的是出家人，有的是在家人，有的是大菩萨，有的就是普通凡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修了弥勒法门，都发愿要亲近弥勒菩萨，要在兜率天内院继续修行。等到弥勒菩萨下生成佛的时候，跟着他一起回到人间，听他讲第一堂法。这就是兜率天内院最了不起的地方，它不是一个让你永远享乐的地方，而是一个中转站，一个加油站，一个预科班。你去了那里，不是为了躺平，而是为了跟着候补佛继续学习，等到机缘成熟，再一起回到人间，完成真正的解脱。所以你看，兜率天的格局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外院是享福，内院是修行。外院是终点站，内院是中转站。外院的天人可能堕落，内院的修行者却注定会在弥勒佛的时代得到解脱。这就是为什么2000多年来，有那么多高僧大德、文人、居士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偏偏要求生兜率天内院。好，现在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普通人有没有机会进入兜率天？答案是有，而且佛经里讲得非常明确，方法也非常具体。最核心的一部经典叫《佛说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简称《弥勒上升经》。这部经不长，但它把往生兜率天的条件、方法、功德讲得清清楚楚。经里说，有一个叫优波离的比丘，在释迦牟尼佛面前问了一个问题：佛陀啊，您灭度之后，众生如果想要往生兜率天，亲近弥勒菩萨应该怎么做？释迦牟尼佛就给他讲了一套方法。这套方法我把它拆解成几个层次，从最基础的到最高级的，你会发现每一层普通人都够得着。
第一层也是最基础的一层修六事法，哪6件事？第一，持戒；第二，布施；第三，忍辱；第四，精进；第五，禅定；第六，智慧。你一听，这不就是6度吗？对，就是菩萨修行的6个基本科目。但佛经在这里讲的6事法，不是要求你一下子修到菩萨的境界，而是要求你随分随力的去做。什么叫随分随力？就是你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的事。持戒不一定非要受全戒，在家居士可以先持5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如果你连5戒都持不了，那至少先持1条、2条，从不杀生开始，从不妄语开始，慢慢来。布施不一定非要捐很多钱，你给陌生人一个微笑是布施，你帮邻居提一下东西是布施，你在网上分享一篇有用的文章是布施，甚至你把自己的好东西分给别人一点点，都是布施。布施的核心不是钱，是心，是你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分享出去的那个念头。忍辱不是让你憋着不生气，而是让你在遇到不顺心的事的时候，先停3秒，问问自己，这件事真的值得我发火吗？这个人真的是故意针对我吗？很多时候，你停那3秒，火气就消了一半劲，不是让你一天只睡2个小时，拼命用功，而是让你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比昨天好一点点。今天比昨天少发1次脾气，今天比昨天多念10分钟佛号，今天比昨天多帮一个人。这就是精进禅定，不是让你盘腿坐几个小时什么都不想。对普通人来说，禅定就是专注。你吃饭的时候好好吃饭，走路的时候好好走路，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不胡思乱想，不3心2意。这就是最基础的禅定。智慧不是让你去读多少经，懂多少理论，而是让你在生活中学会观察，学会反思。遇到好事，知道这是福报，不要得意忘形；遇到坏事，知道这是因果，不要怨天尤人，能看清事情的本质，不被表面现象迷惑。这就是智慧。你看这6件事，哪一件是普通人做不到的？没有佛经里说，只要你精勤修此6事法，命中之后就可以往生兜率天。注意这个词，精勤不是完美，你不需要做到100%，你只需要一直在做，一直在努力，不放弃。这就是兜率天法门最慈悲的地方，它不要求你是圣人，它只要求你是一个在路上的人。第2层比6事法更直接，更有针对性的方法，称念弥勒菩萨的名号。这个方法简单到你可能不敢相信。弥勒上生经里说，如果有人在临死的时候闻弥勒菩萨名字，欢喜敬礼或复礼拜，如是等人命中之后，如壮士身必请，即得往生兜率天上。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听到了弥勒菩萨这4个字，心里升起欢喜，恭敬地礼拜一下，哪怕只是一个念头，他命中之后就像一个人伸一列胳膊那么快的时间，直接往生兜率天。你可能会说，这也太容易了吧？是不是有什么条件？有条件不是你做了多少功德，而是你信。你真的相信有兜率天，真的相信有弥勒菩萨，真的愿意去，这个信本身就是最大的功德。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你要去一个地方，你不需要自己造飞机、造高铁，你只需要买一张票上车就行了。称念弥勒菩萨的名号就是那张票，弥勒菩萨的愿力就是那趟车。你只要上车，车就会把你带到目的地。当然，平时称念比临终才称念更稳妥。如果你从现在开始每天念南无弥勒菩萨，或者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念多少遍都行，10遍、100遍、1000遍，关键是每天不断形成习惯。念的时候心里想着弥勒菩萨的样子，胖胖的，笑哈哈的。
大腹便便的那个布袋和尚的形象，或者想着兜率天内院的庄严景象。你念得越真切，心里的力量就越强。这就像你在心里建了一个导航，你每天都在输入目的地，等到命中的时候，你的心识自然就会朝着那个方向去。而且称名还有一个好处，它能在你活着的时候就给你带来改变。你每天念弥勒菩萨，念着念着，你会发现自己的脾气变好了，心胸变宽了很多，以前看不开的事现在能看开了。为什么？因为弥勒菩萨代表的是什么？是欢喜，是包容，是未来，是希望。你天天和这样的能量场共振，你自己也会变成那样的人。这就是近朱者赤的道理，在修行上也一样。第三层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有性价比的方法，造弥勒菩萨的形象，或者供养、恭敬弥勒菩萨。弥勒上生经里讲，如果有人用各种香花灯水果供养弥勒菩萨的形象，或者自己动手画、雕刻、塑造弥勒菩萨的像，这个人命中之后也会往生兜率天。而且经里还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如果你在人间造了弥勒菩萨的像，那么你往生到兜率天之后，弥勒菩萨会亲自来接你。而且你在天上看到的弥勒菩萨和你在人间造的那个像是一模一样的。你想想看，你在人间用泥巴、用木头、用画笔辛辛苦苦造了一尊弥勒菩萨像，你以为那只是一个雕像？不是的，那是你和弥勒菩萨之间结下的一个约定。你用你的双手、你的心意为他造了一个家，他就会在你命中的时候亲自来接你去他真正的家。这是不是很浪漫？而且这个方法对普通人来说也不难，你不一定非要去寺庙里捐一尊大佛，你可以在家里请一尊小小的弥勒菩萨像，每天供一杯清水，供一支香，供一个水果，甚至只是每天对着他笑一笑，拜一拜，这都是供养。供养的核心不是你供了多贵的东西，而是你有没有那份恭敬心，那份欢喜心。你用一颗真诚的心供一杯白开水，比你用一颗傲慢的心供一座金山功德还要大。第四层是一个很多人不知道但非常厉害的方法，发愿。什么叫发愿？就是你在心里清清楚楚地告诉自己，我命中之后要往生兜率天内院，亲近弥勒菩萨，跟随弥勒菩萨修行。将来弥勒菩萨下生成佛的时候，我要跟着他一起回到人间，听他讲法，跟着他解脱。这个愿你可以每天发，也可以在佛前发，也可以在睡前发。你发得越真切，越坚定，力量就越大。为什么发愿这么重要？因为在佛教的世界观里，愿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它不是空想，不是许愿池里扔硬币，而是你给自己的生命设定了一个方向。你想想看，我们普通人平时心里想的是什么？是赚钱，是买房，是孩子的教育，是父母的健康，是同事的眼光，是明天的饭局。我们的心每天都被这些人间的事情牵着走，所以命中的时候，我们的心识自然就会朝着人间的方向去继续投胎做人，或者根据业力去别的道。但如果你每天都发愿要去兜率天，每天都在心里强化这个方向，那么到了命中的时候，你的心识就会有一个优先选项，它会朝着兜率天的方向去。这就像你在手机里设了一个默认导航，不管你中间绕多少路，最后它都会把你导到那个目的地。而且发愿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它让你在活着的时候就有了一个超越性的目标。你不再只是为了眼前的柴米油盐而活，你知道自己还有一个更远的归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这样一来，生活中的很多烦恼你就不会那么执着了。被人骂一句没关系，
我是要去兜率天的人，亏了一点钱，没关系；我是要去兜率天的人，身体有点不舒服，没关系；我是要去兜率天的人，这种身在人间心在兜率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高的修行境界。好，讲完了这4层方法，你可能会问，这些方法是要全部都做到，还是做到其中一个就行？佛经里的意思是，做到其中一个就有机会，做得越多越稳妥。这就像你要去一个地方，走路能到，骑车能到，开车能到，坐飞机也能到。你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你的条件和你的意愿。但不管哪种方式，只要你方向对了，一直走总能到。六世法是走路慢一点，但稳称名是骑车，简单直接。造像供养是开车有仪式感，发愿是导航，决定方向。如果你4个都做，那就是开着飞机去，又快又稳。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我必须强调，不管你修哪个方法，都不能做忤逆罪。什么是忤逆罪？就是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出佛身血魄和和僧。这5种罪是佛教里最重的罪，几乎是无间地狱的标配。如果你犯了这5种罪中的任何一种，那往生兜率天的机会就非常渺茫了。但你想想，这5种罪，普通人会犯吗？不会，我们最多就是脾气差一点，贪心重一点，偶尔打个妄语，偶尔占点小便宜。这些都不是忤逆罪，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修行慢慢改掉的。所以兜率天的大门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都是敞开的。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兜率天和极乐世界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到底应该求往生哪个？这个问题1000多年来佛教界一直在讨论，我今天不做评判，只把2者的区别客观地讲给你听，你自己选择。首先，位置不同。极乐世界在西方，距离我们这个世界有10万亿佛土之遥，它不在我们这个银河系，甚至不在我们这个宇宙，它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化现出来的一个独立世界。而兜率天就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欲界第4层天，它离我们很近，近到什么程度？按佛教的宇宙观，它就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体系里面，和我们同属一个单位世界。打个比方，极乐世界像国外的一个顶级度假村，要办签证，要坐飞机，要长途跋涉才能到。兜率天像本市的一个高级会所，开车半小时就到了。其次，门槛不同，极乐世界是净土，是没有3恶道，没有烦恼，没有痛苦的地方。要往生极乐世界，需要信愿行3资粮，需要持名念佛，需要一心不乱，至少在临终的时候要能念得出佛号，心不颠倒。而兜率天是欲界天，还有欲望，还有天人的享乐。要往生兜率天条件相对宽松，你不用断欲，不用出家，甚至不用完全吃素，只要你修6世法称弥勒名发愿往生就有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在家人，很多普通人更愿意选择兜率天，因为它接地气，它不要求你一下子变成一个完美的修行人，它允许你带着欲望，带着烦恼，一步步往上走。第三，课程设置不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亲自讲法，那里的修行者直接跟着佛学进步非常快，而且一旦往生就永不退转，不会再堕落轮回。兜率天内院是弥勒菩萨讲法，弥勒菩萨现在还是候补佛，还没有正式成佛，但他讲的法也是佛法，而且他是当来下生佛，他讲的内容会更侧重于未来。未来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未来的人类会有什么样的烦恼？未来的佛法会怎么发展？而且兜率天内院的修行者有一个极乐世界没有的福利，他们可以跟着弥勒菩萨一起回到人间。弥勒菩萨预计在56亿7千万年之后下生到人间，
在龙华树下成佛，举办3次大型的法会，度化无数众生，这就是著名的龙华三会。而兜率天内院的修行者，到时候会跟着弥勒菩萨一起下来，作为他的常随众，听他讲第一堂法，亲眼见证一尊佛的诞生，亲自参与一个全新的佛法时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就像你是一个学生，你的导师是下一届的诺贝尔奖得主，你不仅能跟着他学习，还能在他领奖的那天站在他身边，见证那个历史性的时刻。这种参与感和未来感是兜率天法门独有的魅力。第4，风险不同。这里要客观地说，兜率天有一个风险，就是外院的诱惑。你发愿往生的是兜率天内院，但如果你修行不够，或者愿力不够强，可能会升到外院。外院虽然快乐，但那里的天人容易放逸，一旦放逸，福报享尽，还是会堕落。而极乐世界没有这个问题，一旦往生极乐，就是阿牵腔拔智，也就是不退转，你只会越来越好，不会再堕落。所以如果你追求的是绝对安全，极乐世界更稳妥；如果你追求的是跟着未来佛参与未来世，兜率天更有吸引力。这2个地方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对应不同根器的众生之分。就像2所大学，一所是保送制，进去了就一定能毕业；一所是导师制，你要跟着导师做项目，跑田野，但导师是未来的行业泰斗，你选哪所，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学生。讲到这里，我想给你讲几个真实的故事。这些人都是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他们都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兜率天法门的可行性。第一个人是道安大师。道安是东晋时期的高僧，被称为东方圣人。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系统化整理佛经，第一个建立僧团制度，第一个统一僧人姓氏。所有出家人都姓释，就是从他开始的人。道安大师在晚年的时候发愿往生兜率天，他每天都在弥勒菩萨向前发愿，希望命终之后能升到兜率天内院。据《高僧传》记载，道安大师在临终前梦见了一个非常庄严的景象，他看到兜率天的宫殿，看到弥勒菩萨，看到很多天人在那里听法。然后有一个天人过来告诉他，你还有几天的时间，安排好后事就可以来了。道安大师醒来之后就知道自己要走了，他把弟子们叫到身边，交代了后事，然后平静地往生了。这是中国佛教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个往生兜率天的高僧。第2个人是玄奘大师，对，就是那个西天取经的唐僧。很多人不知道，玄奘大师求往生的地方不是极乐世界，而是兜率天。玄奘大师在印度留学的时候，就特别尊崇弥勒菩萨，他翻译了大量的弥勒经典，包括《瑜伽师地论》。这部论就是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内院为无著菩萨讲的。玄奘大师晚年每天都在弥勒菩萨像前发愿往生兜率天内院。他说，我这一辈子翻译了这么多经论，做了这么多佛事，不求别的，只求命终之后能升到兜率天，亲自听弥勒菩萨讲瑜伽师地论。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大师在临终前，弟子们问他，师父您决定往生兜率天了吗？玄奘大师说决定了，然后他开始念弥勒菩萨的名号，念到最后声音越来越小，安详地往生了。他的弟子窥基大师也是兜率天法门的忠实修行者。窥基大师是唐朝开国功臣尉迟恭的侄子，出身贵族，但他跟着玄奘大师出家，一生弘扬弥勒法门，最后也发愿往生兜率天。你看，连玄奘这样的千古一僧都选择了兜率天，你还会觉得兜率天是次一等的选择吗？第3个人是白居易，对，就是写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的那个大诗人白居易，晚年特别信仰弥勒菩萨，他不仅自己修，还组织了一个弥勒会，拉了80多个朋友一起发愿往生兜率天。他写过很多诗，表达自己对兜率天的向往，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海山不是无归处，归寂应归兜率天。意思是我学的是佛法，不是道教的修仙。你别跟我讲什么海上仙山，那些地方不是我的归宿，我的归宿是兜率天。白居易活了75岁，在那个年代算是高寿了。他临终的时候也是念着弥勒菩萨的名号走的一个大诗人，一个文学家，一个在官场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在家人，最后选择了兜率天。这说明什么？说明兜率天法门不只是出家人的专利，在家人、文人、普通人都可以修，都可以去。第4个人是无住菩萨和世亲菩萨，这2位是印度佛教史上最伟大的一对兄弟，他们是瑜伽行派，也就是唯识宗的创始人。无住菩萨年轻的时候在山里修行，修了12年，什么境界都没有。他很沮丧，就下山了。下山的路上，他看到一只老狗，下半身已经烂了，长满了蛆虫，在那里痛苦地呻吟。无住菩萨升起了极大的慈悲心，他想这只狗太痛苦了，我要帮它把蛆虫弄掉。但他又想，如果我用手去弄蛆虫会死掉，又造了杀业怎么办？他决定用自己的舌头把蛆虫一条一条舔下来。他刚一低头，那只狗突然消失了，眼前出现的是弥勒菩萨，全身金光闪闪。无住菩萨又惊又喜，说：弥勒菩萨呀，我修了12年，怎么从来没见过您？弥勒菩萨说：我一直都在你身边啊，只是你业障太重，看不到我。现在你升起了真正的慈悲心，业障消了，所以看到我了。然后弥勒菩萨把无住菩萨带到了兜率天内院，给他讲了瑜伽师地论。无住菩萨从兜率天回来之后，把这部论墨写出来，传给了世人。而他的弟弟世亲菩萨本来是学小乘佛教的，经常诽谤大乘，后来被无住菩萨度化，改学大乘，成为了千部论主。世亲菩萨晚年也发愿往生，兜率天临终的时候上升，兜率天内院亲近弥勒菩萨。这2个故事，一个讲的是慈悲心能感通弥勒，一个讲的是回头是岸，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你看，连无住菩萨这样修了12年都没见到菩萨的人，最后都能去兜率天；连世亲菩萨这样曾经诽谤过大乘的人，最后都能去兜率天。我们普通人有什么理由觉得自己去不了呢？好，故事讲完了，现在我想和你聊一个更深的问题：兜率天法门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和古代不一样了。古代人物质匮乏，生活简单，修行的环境相对清静，而我们现代人物质极大丰富，但精神极度焦虑。我们每天被手机、被工作、被房贷、被各种信息轰炸，我们的心比古代人乱100倍。在这样的时代，很多人想学佛，想修行，但一看到那些高深的法门，那些严格的戒律，那些要断欲、要出家、要闭关的要求，就打退堂鼓了。他们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有家庭，有工作，有欲望，有烦恼，我修不了那些高深的法。这时候兜率天法门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他告诉你，你不用断欲，你可以带着欲望修行。兜率天在欲界，那里的天人也有欲望，只是比人间微妙，所以往生兜率天不需要你把欲望完全断掉，只需要你把欲望净化，从粗重的伤害自己和他人的欲望变成轻微的不伤害自己和他人的欲望。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喜欢吃美食，你不用变成一个只吃白水煮菜的人，
你只需要从暴食浪费食物变成适量饮食感恩食物。你喜欢漂亮衣服，你不用变成一个只穿粗布麻衣的人，你只需要从攀比虚荣过度消费变成整洁得体知足常乐。欲望不是敌人，执着于欲望才是敌人。兜率天法门不要求你消灭欲望，它要求你善用欲望，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去激励自己修行，用对兜率天的憧憬去超越眼前的苟且。这一点对现代人来说太重要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否定。有人告诉你要断舍离，要极简，要无欲则刚；有人告诉你要奋斗，要内卷，要赢在起跑线。我们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摇摆，一会儿觉得人生没意思，一会儿觉得自己不够好。而兜率天法门给了你第三条路，你可以享受生活，但不执着于生活；你可以有欲望，但不被欲望奴役；你可以身在红尘，但心有归宿。弥勒菩萨的形象就是最好的说明。你看庙里的弥勒菩萨是什么样子？胖胖的，笑哈哈的，大腹便便背着一个布袋，手里拿着念珠。他不是那种清瘦的苦行的严肃的修行者形象，他是一个欢喜佛，一个包容佛，一个在人间也能快乐修行的佛。他告诉你，修行不是苦行，不是折磨自己，不是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修行是开心的，是自在的，是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你每天对着这样一尊菩萨，你会觉得修行是一件快乐的事，不是一件痛苦的事。你会觉得我可以一边过好我的日子，一边追求我的归宿。这就是兜率天法门给现代人的第一份礼物，允许你做一个快乐的修行者。第二份礼物是希望。弥勒菩萨是未来佛，它代表的不是过去，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很焦虑，很悲观，他们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糟，人心越来越坏，环境越来越差，未来没有希望。但兜率天法门告诉你，这个世界不是只有现在这个样子。56亿7千万年之后，弥勒菩萨会下生到人间，那时候的人间会变成一个净土。佛经里讲弥勒佛的时代，土地肥沃，风调雨顺，人的寿命有8万4千岁，人的身高有几十米，社会安定，没有战争，没有盗贼，没有疾病，人们安居乐业，幸福美满。那时候弥勒佛会在龙华树下3次讲法，度化无数众生。第一次法会度化96亿人，第二次度化94亿人，第三次度化92亿人。你想想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是一个真正的人间净土，一个我们现在只能想象的美好世界。而你如果现在发愿往生兜率天，到时候就可以跟着弥勒菩萨一起回到那个时代，亲眼见证那个美好世界的到来，亲自听弥勒佛讲法，亲自得到解脱。这是不是一种终极的未来感？我们常说人要有梦想，要有希望，但普通人的希望是什么？是升职加薪，是买房买车，是孩子考上好大学。这些希望都很实在，但也都很短暂。你得到了就不稀罕了，你没得到就痛苦。而兜率天法门给你的希望是一个跨越56亿年的希望，是一个终极美好的希望。有了这个希望，你眼前的那些烦恼，那些挫折，那些不如意就都变得渺小了。你会想，我是要去龙华3会的人，我是要见证弥勒佛时代的人，眼前这点事算什么呢？这种以未来看现在的视角，会让你的心胸一下子打开，让你的人生一下子有了分量。第三份礼物是参与感。很多人学佛学到最后变成了自了汉，我只管我自己解脱，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念佛，我往生，我去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好不好，
跟我没关系。但兜率天法门不是这样的，兜率天内院的修行者不是去了就不回来了，他们去兜率天是为了进修，进修完了还要跟着弥勒菩萨一起回到人间度化众生。这是一种入世的精神，一种担当的精神。你想想看，弥勒菩萨为什么还不成佛？因为他在等这个世界的众生根器成熟了，得度的机缘到了，他才下来。他不是自己解脱了就不管了，他是在为整个世界的未来做准备。而你如果发愿往生兜率天，你就加入了这个未来计划。你不是一个旁观者，你是一个参与者。你现在的每一次称名，每一次布施，每一次发愿，都是在为那个未来的龙华三会攒门票、攒资历、攒缘分。这种参与感会让你的人生变得非常有意义。你不再是一个在红尘中随波逐流的人，你是一个有使命的人。你的每一个善举都在为未来的那个美好世界添砖加瓦。你的每一次修行都在让自己更有资格站在弥勒佛的身边。这就是兜率天法门最打动人心的地方。讲到这里，我想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普通人有没有机会进入兜率天？我想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有，而且机会很大。因为兜率天的门槛不高，方法不难，弥勒菩萨的愿力不可思议。你不需要是高僧大德，你不需要是大富大贵，你不需要是天才，你甚至不需要是一个好人，你只需要是一个愿意开始、愿意相信、愿意坚持的人。你可以从今天开始每天念10遍南无弥勒菩萨，你可以从今天开始每周做一件小小的善事，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在心里发一个愿：我命终之后要往生兜率天内院，亲近弥勒菩萨。就这么简单，但简单不等于容易。难的不是方法，难的是坚持。很多人今天听了这个法门很激动，念了3天佛号，然后就忘了。过了1个月，又听到一个别的法门，又激动3天，又忘了1辈子。就这样在各种法门之间跳来跳去，最后什么都没修成。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往生兜率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门深入，长期熏修。你选定了弥勒法门，就不要再3心2意了。每天念，每天发愿，每天做一点善事，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3年、5年、10年、20年，你回头看，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变了一个人。你的心更宽了，你的脾气更好了，你的烦恼更少了，你的人生更有方向了。而到了命终的那一天，你会发现兜率天的大门已经为你敞开了。最后我想和你分享一段弥勒上生经里的话，作为今天的结尾经里说：若有众生恭敬弥勒，礼拜供养，世人须臾之间得至兜率天上。须臾之间就是一眨眼的功夫。你看，从人间到兜率天，距离是那么远，但时间是那么短。远的是空间，近的是心念。你心里有弥勒，弥勒就在你身边；你心里有兜率，兜率就在你眼前。所以不要觉得兜率天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它不在天上，它在你的心里，它不在未来，它在你每一个当下的善念里。你今天的一个微笑是兜率天的一朵花，你今天的一句善语是兜率天的一棵树，你今天的一次包容是兜率天的一片光，你今天的一声南无弥勒菩萨是通往兜率天的一步路。愿你我都能在这红尘之中守住心中的那一片兜率，愿你我都能在未来的龙华三会上相聚在弥勒佛的座下，听他讲那第一堂法。如果你也对兜率天法门感兴趣，如果你也有自己的感悟和疑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交流。也欢迎你把这期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让更多人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普通人也能去的地方。愿弥勒菩萨的欢喜常驻你心，愿兜率天的光明照你前行。我们下期再见。